在长期美债暴跌50%后，新债王冈拉克喊话，失业率这一表现或是经济即将放缓的新信号，现在应考虑买入长期美债。另外，桥水公司3位首席投资官认为，市场将更高的长期利率纳入计价，经济状况的变化已不是资产价格波动的最大驱动因素。最后，我们观察到美联储降息不再是大利好，摩根大通策略师警告，降息只会与这一情形同时发生，届时将成为坏消息。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如果您也有不动产买卖相关问题，以及股市投资经验的看法分享，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另外，我会不定期在社群贴文分享近期不错的房产物件和值得注意的类股以及投资个股。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DoubleLine Capital 创始人冈拉克说，投资者应该考虑购买长期美国国债，因为一系列正在酝酿的经济因素可能很快引发长期美国国债价格反弹。我们喜欢长期国债，它可以在经济衰退期间进行短期交易。这位新债王在周三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过去40年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下降趋势已经完全逆转，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飙升了近400个基点，长期债券已经下跌了大约50%，这意味着长期债券现在有可能上涨。冈拉克的经济衰退预测来自经济领先指数，该指数长期以来一直指向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与此同时，失业率将突破12个月移动平均线。冈拉克指出，这通常预示着经济即将放缓。冈拉克认为，长期债券收益率跃升至5%的一个原因是2022年的纳税延期导致美国国债大量发行，但这一切连同疫情期间的刺激和学生暂停支付贷款的政策都将结束。随着学生贷款暂停支付和免税期接近尾声，消费者将不得不放慢他们的生活方式，这可能对债券市场有利，因为我们将不会有那么多净供应，而且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可能导致未来6个月左右的债券反弹。冈拉克写道，在声称经济衰退即将来临之际，他还吹捧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商业抵押贷款债券是有吸引力的投资。考虑到目前的高利率，先前发放的抵押贷款的再融资贷款的风险较低，从估值角度看，这一资产类别也比公司债便宜，同时提供多年来最高的利差。在 CMBS 方面，尽管许多人警告商业地产崩盘即将来临，但冈拉克表示，投资者应该坚持购买3A 级商业抵押贷款债券，因为这类债券的信用评级和利差都高于投资级公司债。对冲基金巨头桥水的联席首席投资官表示，债券收益率上升是有道理的，而且尚未完成。鲍勃·普林斯和格雷格·詹森和凯伦·卡尼奥尔在桥水公司官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市场正处于一个不寻常的阶段，经济状况的变化并不是收益率和资产价格波动的最大驱动因素。他们表示，鉴于通胀仍然偏高，劳动力市场状况过于强劲，无法对工资和实际利率施加下行压力，更加无法让通胀稳定在目标范围内，而且经济增长还没有弱到足以证明放松政策是合理的。因此，市场已经重新将更高的长期利率纳入计价。美国周二公布异常强劲的零售销售数据后，亚特兰大联储 GDP Now 模型对第3季度的增长预期为 5.4%。9月份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 3.7%， 失业率 3.8%， 二季度就业成本指数同比增长 4.5%。桥水团队表示，展望未来，如果短期美债收益率保持在 5% 或更高，为了获得风险溢价，长期债券收益率需要达到 5.5% 或更高。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在收益率曲线长端的借款即将升至非常高的水平，远远超过现有的债券购买需求。但美联储不再购债需求将来自私营部门投资者，他们需要相对于持有现金的风险溢价。当紧缩周期进入新阶段，这意味着什么？桥水首席投资官们预计增长将面临严峻压力，股市相对于债券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减弱。他们表示，增长面临严峻压力，加上阻碍信贷加速的限制性政策，盈利增速不太可能足以恢复股票、
相对于债券的竞争力，甚至盈利水平更有可能成为拖累因素。相反，恢复股票相对于债券，对于现金的风险溢价，可能需要更高的收益率和更低的价格。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正处于生产力大幅持续增长的边缘，当前的资产价格才可能会更说得通。这种情况下，当前的工资水平也不会推高通胀，企业的盈利增长也会得到更加恰当的估计，估值将更合理，实际利率可以维持在较高水平，同时对经济的影响较小。而债券收益率仍需要上升，才能为实际短期利率的新均衡水平提供风险溢价，但经济和股市仍可以更容易地承受这些利率影响。分析师预计2024年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盈利将增长12%。与此同时，利率市场也反映出美联储在2024年7月降息的可能性超过55%。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还在定价美联储可能在明年11月之前进一步降息。他们仍预计美联储会多次降息，这两件事不可能同时发生。根贝尔表示，第三季财报季可能开始，显示经济成长前景出现裂缝，从而导致这一盈利增长被下调。他说，我认为随着第三季度财报季的展开，分析师们真的要开始下修他们的预期了，这一数字必须下降。摩根大通策略师说，美联储明年的降息对美股投资者可能是个坏消息。过去2年美股通常会因美联储官员的鸽派信号多次反弹，市场希望借贷成本会随着通胀的放缓而下降。根贝尔认为汽车等领域的利润率可能会保持不变，由于供应紧张导致需求长期积压，这些领域一直受到支撑。不过，这位摩根大通策略师已经看到了化工等工业板块的疲软，并预计分析师可能会进一步调低这些行业的盈利。考虑到这种前景，根贝尔目前更倾向于固定收益产品而不是股票。他强调了收益率达到创纪录水平的美债的收益潜力。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三突破 4.9%， 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股市方面，根贝尔建议投资更具防御性的板块，这些板块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弹性。根贝尔还指出，一些新兴市场本币债券也很有吸引力，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国仍有降息空间。然而，根贝尔认为美联储在2024年降息的情形可能会与企业盈利下降同时发生，这将对美股不利。他表示，我认为对我来说关键的一点是，美联储明年降息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通胀刚刚平稳地回落到目标水平，相反，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增长前景开始出现裂缝。这对股市来说显然不是一个积极因素，尤其是当你考虑到这对企业盈利的影响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